没有什么学历，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本科。本科都没有，那你是自学成才吗？我上过法学院，只不过是在最后一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不想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律所最低要求都是硕士学历以上。可是您昨天说要提供给我一份工作，并没有告诉我说要硕士以上啊。我现在说也不晚。唉，吴美薇的合约还没有最后签字吧？你威胁我？温馨提示。那你能做什么？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会写律师函吗？会。这是你写的？您能不能以我的名义发出？对，还得盖上律所的章。这里边是所有的材料，还有相关的资料，确实可以证明是上班的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认定。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希望您可以喜欢。好，我让丽娜给你找一个位子，你进来一下。关于你没有学历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那如果有人问呢？你就说我不告诉你。你让丽娜给郑凯旋打个电话，就说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好。还有什么事儿吗？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你最近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柏静红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他很快就会是的。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不是所有的机密都是商业机密。那你马上把所有的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都找来。已经发您了。公司辞退马小居的依据在于，公司认定网上晒的这份工资单是马小居的，而且是马小居自己晒出来的。但是网上传的这个工资单局部截图当中，并没有员工的姓名或者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抗辩，仅凭公司内部调查就认为是员工泄露的，并不合理。公司认为他们在聘用合同中已经强调，工资属于高度机密，员工之间也不得交流工资信息，而且马小居也已经跟公司签了这份保密协议。您说的对。目前法律规定中并无对工资薪酬不能做出保密约定的条款。实践中，在保密约定并未违反同工同酬的情况下，也存在认可薪酬保密约定的案例，但公司无法证明那是马小居自己上传的工资单。好，那你去起草代理词。已经起草好了。这是什么？这个是你做公益的报酬。这是 Alan 送的，他妈妈的手艺。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吃过。来吧，大家一起。
确实特别好。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事。法学派。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隆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高手生而不露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
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代西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为什么让我去啊？你是叫黛西吧？啊？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说让黛西来一下。何塞老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您好，您好。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啊，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是吗？啊，哪款？凯旋。必须的。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何塞老师，我这边工作还没做。我去跟罗宾说，他一定会同意的。你约了麦飞了吗？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打了几个？什么时间打的？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哦，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让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是他找的我，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让我陪客户玩游戏。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还玩了一上午。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废话。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那好，我问你，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去陪其他的呢？你都陪吗？如果不答应，一样会闹僵的，一样的。你以后不许再让黛西陪你的客户打游戏。是他愿意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你都不能直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罗宾的助理，你要找他必须要通过罗宾的同意。不，罗宾也可以用我的助理啊。你再说一遍。是这样的，丽娜，律所对全体实习生的归口管理是在我这儿的，罗宾的除外。封印没这么跟我说呀？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去把封印叫来，让他亲口跟你说？这个是罗宾找实习生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不许管罗宾的任何事。麦飞说他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要确定的时间，去把时间给他敲死。主任，哎，我跟你谈两句。快去啊！好。
昨天干嘛去了？我出庭啊，接不了电话，我解释过了。那你助理呢？我批评他了，他电话摔坏了，拿去修了。人事部门说了啊，他到现在也没有填入职表。他还是实习期呢。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填过了。填的什么呀？姓名、性别、电话还有住址。我估计那住址都是临时租的。老大，你要相信我。我是相信你，但是你要让我清楚，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行，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尽职调查。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从小学查起，不，幼儿园。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吧？没有啊。真的没有？真没有。刚才我从何塞的办公室经过，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对，确实有点关系。他居然叫着我的助理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他也是为了工作。老大，这您都知道？我一直以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想到您足不出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行了，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我说的是真的。罗老师，明天立案的材料哦，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他怎么说？我就问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他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问题总归要解决啊。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我懂了，罗老师，我现在就打算到龙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可以吗？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坐。哎。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啊。什么事儿？你说。马龙，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好啊，恭喜你，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哎，不，还没有签到，没有签到，只是意向。啊，有件事儿啊。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什么事儿？我想呢，明天借用一下黛西。干嘛？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不，我重新组织语言啊！你不要误会这事儿。我没有误会。你一定是误会了。真的，我并没有误会。眼睛。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事实是，你刚才只说了一句，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对，就是字面的意思，印象深刻。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字面意思印象深刻。那就好。坐。这个马龙啊，你不了解他。哦，确实不了解。他呢，他很挑剔，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你们俩很相似。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对，他是挑剔，我是严谨。我同意。马龙呢，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不光是懂游戏，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我就为了他啊，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还差那么一段距离。可是黛西呢，
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这样，你就跟黛西说，我同意了，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她。另外就是时间问题，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不，立案谁去都可以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不，干嘛？我让我的助理去啊。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正忙，这是他的专业。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正忙，拿着去立案，明天。立什么案呀？自己看啊，材料都在这儿呢。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问黛西，或者是问罗律。去吧。去呀！何不？搞定了。可是何律，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实习的时候，枫叶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可是现在黛西不在，只要你同意了就好。谢谢，不客气。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我会麻烦你。我不会嫌麻烦。谢谢，谢谢。你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暂时没有。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那当然。谢谢。丽娜，你跟黛西说啊，说我找她，是罗宾让我找她。她回来之后，赶紧去我办公室，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一定一定。对，我同意的。你们俩什么情况？我是说你跟何塞。很明显吗？太明显了，除非我眼瞎。我只是听从了你的建议而已。哪一条？友善。你说何塞是个好人，我们俩应该彼此友善。一定有别的原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何塞的表妹是季玉的未婚妻，何塞应该还不知道。他早晚会知道的。他跟他表妹的关系好吗？他反正知道你姐姐要把他表妹介绍给你，结果你没有去见，这也是你们俩关系微妙的原因之一。蓉蓉当时本来是想让我介绍你给她当男朋友，结果我拒绝了，所以她才找到罗琦。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以为你知道，他一开始找的是何塞，何塞把他推给了我。